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丈夫私自调换了名额，将原本属于我们女儿的肾源换给了他白月光的女儿。后来女儿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死亡。与此同时，白月光的女儿手术成功，丈夫高兴地给全医院发红包。我气急攻心昏迷，醒来被告知身患癌症，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心灰意冷后，我抱着女儿的骨灰盒出了院，在冷冰冰的家中独自拟好了离婚协议书。晚上10点，韩毅终于回到家，关上门，刚换好鞋，客厅的灯光乍然亮起，他猝不及防，被吓了一跳。只见我抱着个白瓷罐子，悄无声息地坐在客厅沙发上，不知道已经坐了多久。冯岩，你疯了，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吓唬人！听见韩毅的大声斥责，我机械地抬起头望向他，哪怕已经是深更半夜，韩毅的发型也丝毫没乱，连衬衫都平平整整，可以看出那个让他细心照顾陪护了一天又一天的母女俩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让他这个向来懒散的人也认真注重起了形象。见我只看着他不说话，韩毅满脸的烦躁，还在记恨肾源那件事。我抱着瓷罐的手紧了紧，我不是说过了吗？肾源以后还会有，我是医生，得先为病人考虑。月月现在正处于最好的恢复阶段，这颗肾移植给他，能达到治愈的最佳效果。我知道你心疼可心，但他已经等了那么久了，难道还差这一点时间吗？她是我女儿，我又不会不管她。韩毅语气中充满了不耐，显得那么理所当然，仿佛我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泼妇。但真的就差这一点时间啊！错过了这个肾源后，女儿病情就迅速加重，再也没能睁开眼睛。我的女儿，她还那么小，死之前紧紧握着我的手，问爸爸怎么没来，是不是爸爸不喜欢她了？我只能不断地亲她的脸颊，告诉她妈妈在身边，妈妈会一直陪着她，直到完全闭上眼睛。可心都没能见到爸爸最后一眼。他初恋的女儿沈月月却因为肾源及时活下来了，可他女儿用的明明是我女儿的肾源啊！我恨透了这个虚伪自私的男人，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似乎是觉得训斥够了，韩毅终于住了嘴，将满是香水味的外套扔给我，拿着，在我明天上班前洗干净，记得熨平整。见我无动于衷，没有伸手去接，任由外套掉在地上。韩毅皱了皱眉头，我抬头看着他的眼睛，笃定地开口：“我们离婚吧。”韩毅瞬间卡了壳，他似乎不敢相信，这竟然是从我嘴里说出的话，眼神里满是怀疑和不敢置信。你说什么？我勉强勾了勾唇，我说：“韩毅，我要跟你离婚。”说着，我将桌子上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推给他。这是离婚协议，我什么财产都不要。明天民政局9点上班，记得准备好证件。一时间，客厅的空气都仿佛凝滞住了。韩毅没有翻看协议，反而肉眼可见的怒气逐渐翻涌。你还有完没完？今天就非要跟我闹这个事？月月比可心更需要这个肾源，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冯岩，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他恼怒的目光刺在我身上，仿佛在强逼着我退缩。我全然无视，再一次淡淡开口：“韩毅，我要跟你离婚，这不是商量。”他的脸色瞬间阴冷下来，随即嗤笑：“你现在还学会威胁我了是吧？”他取回外套穿上，紧绷着脸，转身就向门口走去。显然，韩毅决定眼不见心不烦，今晚不准备在家住了。到了门口，
还不忘回头冷声警告我：冯岩，我告诉你，就算真离婚了，可心的抚养权也一定是我的，你最好别后悔。话音落下，韩毅摔门离去，客厅又恢复了令人窒息的安静。我摸了摸怀里的白瓷罐子，像在抚慰受惊的孩童。从进门到现在离去，韩毅丝毫没关心地问一句：他的女儿今天身体有没有痛？这么晚了，有没有睡着？他甚至从没顾及音量，连摔门声都震耳欲聋。从始至终，他也没有关心我怀里的罐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我看向空无一人的门口，目光空泛。韩毅，可心的最后一面你没能见到，我的最后一面你也注定见不到了。第二天，我准时等在了民政局门口。过了9点，韩毅还没来，我干脆利落地给他打去了电话。对面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冯岩，你除了撒泼还会干什么？非给我找不自在是吧？我语气平静：过来离婚。韩毅，别让我看不起你。最终他还是过来了，签下名字，盖上印章，离婚证到手。韩毅的脸色十分难看，怒极反笑：好，我真是小瞧你了。别忘了我说的，可心的抚养权是我的。冯岩，我给你3天时间收拾东西，把孩子送过来，否则我不介意打官司。看着他怒气冲冲的背影，我想笑，喉头却涌上一股腥血。韩毅，可心已经去世了呀，就死在沈月月手术成功的当天。你会高兴吗？至少为你省下一笔官司费。我没有再回那个家，可心的东西我已经全部烧掉了，我自己的东西也全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合照我也已经全部剪掉。最近身体越来越不适，吐的血里也经常掺着内脏碎片。执着于领离婚证，也是为了不再与韩毅当一家人，哪怕是到了地底下。当天，我拿着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抱着可心的骨灰盒回了老家。父母从来都尊重我的决定，就像当初他们明明不喜欢韩毅，却为了让我开心，同意我跟他结婚。现在也是一样，他们看着我怀里的骨灰盒和行销鼓励的身体，已经猜出了什么，却不开口多问，只是每天给我做营养的饭菜，为我擦嘴里喷出的血。又一次吐血吐到哑，我看着爸妈眼里的痛苦，只觉得后悔不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回来打扰他们。大概是猜出了我在想什么，妈妈紧紧抱住我，忍不住哭出声：囡囡，爸爸妈妈很高兴你能回来，最后一段路能陪你在身边，我们只会觉得没有遗憾啊。眼泪忍不住滑落，我心里终于释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坐在摇椅上，旁边是妈妈洗好的葡萄。剩下的光晕中，我看见了可心，她穿着我新给她烧的白色连衣裙，趴在我腿上，对我笑盈盈。妈妈，可心能碰到你了。我拉着可心的手，看着爸妈将我的骨灰盒放在了可心的旁边，一大一小，2个瓷罐相互依偎，就如同从前可心睡在我怀中的样子。可心眨着清澈的大眼睛：妈妈，姥姥和姥爷看不见我们了。我摸摸她的头，但是姥姥和姥爷心里面有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世间，但是在看到爸妈情绪稳定下来后，我决定带着可心去看看他的爸爸。活着的时候，韩毅全部的心神都放在隔壁病房的沈月月身上，可心每一天都期盼着爸爸能来探望他，却到最后都没能看上一眼。现在我还是遂了他的心愿，让可心看个够。医院里，韩毅刚下手术台，可心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爸爸，兴奋地围着他跑来跑去。但韩毅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无动于衷地坐着休息，
另一名医生走过，韩毅像是想到了什么，叫住了他：“赵哥，我女儿出院之前恢复的怎么样啊？”那名医生笑了笑：“恢复的特别好啊，治疗的很及时，一点并发症都没有。”我心里满是疑惑。自从韩毅坦白将肾源调换给了沈月月，我就再也信不过他，毅然带着可心转了院。另一个医院的医生帮我们排上了新的肾源渠道。为了可心的心情着想，又经过了病情评估，我才开始带着她回家养病。虽然3天后突然急转直下，回了医院急救室，但从韩毅就职的医院离开时，可心的身体状况根本算不上好。这名医生怎么会说出这番话的？可韩毅已经信了，他松了一口气，道谢后就又去工作了。他走后，那名赵医生挠了挠头，这小韩怎么了？他女儿的病情不是由他一直跟进的吗？13号的时候手术多成功，他还给全医院发红包来着，这么快就忘了？我愣住了，可心在旁边晃了晃我的手，眼睛亮亮的。妈妈，那一天爸爸是来看我了吗？我喉头发梗，说不出话来。13号是可心急救失败去世的日子，我还记得他覆盖在白布下的小小一团，他冰凉的小手和他苍白的脸蛋。而沈月月在那一天移植了本该属于可心的救命的肾脏。原来这家医院的人都把沈月月当成了韩毅的女儿。原来13号当天，他高兴地给全医院都发了红包。明明灵魂感受不到寒冷，我却颤抖了起来。韩毅，你有没有想过，就在你为沈月月手术成功而兴奋时，你的亲生女儿正在6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你有空给所有人发红包，却不愿接我打过去的20几通电话。可心直到闭眼之前都还在想着你啊！我的内心不知是悲哀还是愤怒，惨然一笑。韩毅，你简直不配当父亲。可心感知到了我的情绪，抱住我的腿。妈妈，不要再伤心啦，可心会一直陪着你的。不知道是不是猜到了什么，这一次可心没有再说要爸爸。晚上，韩毅下了班，我带着可心跟着他回了家。虽然嘴上不说，但可心飘在韩毅身边还是很开心。这世上哪有不爱父母的孩子呢？到家门口，韩毅掏出钥匙，门打开，沈家和沈月月母女迎了出来。我愣住了，就连可心都愣愣地说不出话。沈家如同女主人一样，接过韩毅的公文包和外套，笑得一脸温婉。回来啦，饭都做好了，快洗洗手。沈月月恢复得很好，在一旁蹦蹦跳跳，完全不像我的可心，连灵魂都看起来那么孱弱。韩毅进屋，摸了摸沈月月的头，对着沈家温和地笑：“小佳，辛苦你了。”看着这一幕，我如遭重击。第一次见到沈家是在可心上小学的时候，她向来是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但升了2年级没几天，却变得越来越沉默。我本以为是小孩子年纪增长后性格自然的变化，直到我有一次给她洗澡，发现了她衣服底下密密麻麻青紫的伤痕。第2天找到了女儿的班主任孙老师，这事儿您必须得管，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这么恶毒？这叫校园霸凌，你知不知道？我气得浑身发抖。班主任小声劝慰，却始终给不出一个解决办法，气得我火冒3丈，独自输出了半天，身边居然连一声应和都没有。我愤怒地转过头，却见韩毅双眼直愣愣地看着对面，盯着校园霸凌罪魁祸首那个叫沈月月的女孩，身边她的母亲。这次的霸凌事件最终在沈家的道歉以及韩毅的大度原谅下就此翻篇。
沈月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不敢置信，无法接受这个结果。韩毅却强行将我扯了回去。面对我的质问，他毫不心虚。我了解沈家的为人，这件事一定有误会。他心地善良，教出的女儿一定不会做出霸凌别人的事。这时，我才知道韩毅曾有过一个白月光初恋，他们在最美的年纪谈了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却被强行拆开。直到今天，韩毅有了家庭，沈家成了单身母亲，双方才终于阴差阳错的重逢。当晚，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并在第二天往女儿的书包里塞了紧急报警器，但似乎是为了印证韩毅的笃定，那个面对我的咆哮满脸得意的女孩再也没有故意欺负可心，反而从那天开始，我们两家开始经常碰到，有时是在公园，有时是在商场，有时是在学校附近。每一次遇见，韩毅都会和沈家聊很久。他不仅开始积极参加家长会，在家里心不在焉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韩毅再也不会在可心撒娇时将她抱起，反而皱起眉责备她，像什么样子？你看看人家月月，从来都不会这么娇里娇气。当可心照旧考了年级第一，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夸奖她，而是意图鞭策，不要骄傲自满，更不要只顾着学习，要多向月月学，平时多锻炼，多跑步。就连在饭桌上吃饭，韩毅都不忘提起沈月月母女。月月就是爱吃肉，才长那么高，而且你沈家阿姨做什么菜，她都不挑食。但沈月月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成绩在班里吊车尾，整天就知道疯玩，跟老师顶嘴，交不到朋友。这些事在韩毅嘴里，却都成了与众不同的象征。可心性格好，从来都不反驳，只认认真真的答应。哪怕如此，韩毅都不满意，一点个性脾气都没有。以后到了社会上，根本没有月月吃得开。我不止一次对他这种行为表达反对意见，韩毅却不以为然。我是可心的爸爸，说这些不都是为他好吗？忠言逆耳，等他长大了就会明白了。后来可心得了病，退学住进了医院，但是除了可心第一天住院，韩毅来看了一眼之外，之后他就再也没来过了。偶然听到其他医护和病人谈起他，却都说韩医生是个好爸爸，工作那么忙，还要每天都抽时间去看女儿，这当爹的是真负责。就是可惜了孩子，那么小的年纪居然得了肾病，可不好治忧。类似议论不在少数，我一直为此感到疑惑，直到在医院走廊偶然撞见他和沈家，我才知道沈月月也因肾病住进了医院。入院后，韩毅为他们事事亲力亲为，跑前跑后从不含糊，与对待我们的女儿截然不同。可心常常因为药物的影响吃不进东西，而韩毅却在高压的工作下坚持每天为沈月月做营养餐。可心难受的整夜睡不着，韩毅却每个晚上都在沈月月病房里为她哄睡，甚至经常买玩具让她高兴。可心每天都在问我爸爸在哪里，我答不出来，但韩毅每天都要在沈月月病房里待上至少1个小时，就是为了给他们母女俩足够的安全感。面对我的厉声质问，韩毅却振振有词，他们孤儿寡母的，我帮一把怎么了？可心父母双全，但月月不是，那孩子缺乏安全感，我只是多照顾了一下而已。冯岩，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此刻，韩毅和沈家、沈月月母女坐在我们的家里，浑然天成的就像一家人。从前那些古怪的地方，一下子全都有了解释。我气得浑身发抖，攥紧了拳头。
韩毅，你怎么敢的？亲生女儿的身体情况你毫不关心，居然就这么理所当然的和初恋情人过起了小家庭。虎毒尚且不食子，韩毅，你连畜生都不如。一双稚嫩的手指紧紧握住我颤抖的拳头，我低头看去，可心眼眶通红，强忍着眼泪不掉落。妈妈，爸爸是不要我了吗？饭桌上，沈家做作的捂嘴，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我们。对了，韩哥，你现在离婚了，什么时候把可心接回来呢？他扬起一抹温婉的笑，我们孤儿寡母的，还要多亏了你给我们一个容身之所。你工作忙，可心我可以帮你照顾，还能和我们月月当玩伴呢。韩毅一愣，这才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女儿。我抱紧满脸失落的可心，忍不住冷笑。他口口声声说要女儿的抚养权，但距离他给的3天时间已经过去1周了，他竟然把可心忘了个一干二净。如果孩子真的由他来抚养，我都不敢想他会有多不称职，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离谱。韩毅的脸上显现出几分尴尬，可心应该是被他妈妈带走了。一会儿我打电话问问，见他脸色不好看，沈家识趣的没再多问。饭后，沈家安安静静的去刷碗，沈月月则回房间去玩玩具。他们母女俩现在住的就是我和可心之前住的卧室。我不禁庆幸走之前收拾好了所有东西，否则被他们随便碰随便用，我肯定会恶心得如鲠在喉。韩毅拿着手机走到客厅角落，拨通我的号码，我就飘在他旁边冷眼看着。果然，手机提示对方已关机。韩毅面色愠怒，转而开始打字发短信。我凑过去一看，嗤笑出声：“冯岩，我就知道你会把孩子偷偷带走。你一个家庭主妇，在外面自己活都难，怎么可能把孩子照顾好？我劝你赶紧把可心带回来，否则别怪我真跟你打官司。明明1分钟之前还把可心忘了个干净，现在却像一个心疼女儿的好父亲。韩毅，你还真是能装啊！”沈家洗完碗从厨房出来，关心地询问韩毅：“韩哥怎么样了？”见他过来，韩毅表情温柔下来，谈起我的语气却满是厌恶。冯岩这个疯女人，不知道把孩子带去哪儿了，现在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这是准备跟我死磕到底呢？沈家适时地流露出担心的表情，这可怎么办？可心还生着病呢。说完，他抬头看了看韩毅的脸色，又摆出惹人怜惜的姿态。这一切都怪我，要不是月月用了可心的肾源，冯姐姐也不会这么生气。要不是没有实体，我真怕自己会被恶心的当场吐他们一脸。韩毅更不是个东西，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什么错，表现得十分理所当然。小佳，这不关你的事。我今天问过赵哥了，他说可心出院之前就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你看，我早就说过，月月比他更需要这个肾脏。听见这话，我下意识地摸摸女儿的头顶，可心贴在我身边，沉默着擦了擦眼泪，握紧了我的手。我更心疼了，只恨自己不像电影里一样有法力，不然一定宰了韩毅这个狗东西。他却毫无察觉，甚至还在继续大言不惭。冯岩这个人一向小肚鸡肠，自私自利。我只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是冯岩他自己想不明白。沈家看向他的眼神有些奇怪，似嘲讽似轻蔑。最终他还是笑着放柔了声音：“韩哥，你真好。”第2天，韩毅上班时总是心不在焉，我冷眼旁观，想着他怎么不手捂一下，干脆把刀插自己胸口里呢？而可心也只始终牵着我的手，再也没像昨天那样围着韩毅转了。终于到了午休的时间，
韩毅踟蹰了一会儿，又去找了前一天的那位赵医生。赵哥，我想问一下，你了解我女儿当时转去了哪个医院吗？赵医生表情很惊讶。转院？怎么还转院了？肾脏移植的手术不是很成功吗？说是连排异反应都没有。我记得你那天还发红包来着呢。韩毅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脸色瞬间难堪了起来。手术？赵哥，那天手术的不是我女儿。赵医生的表情更惊讶了，满脸都写着你在说什么鬼东西。韩毅有些难以启齿，涨红着脸把话吐了出来。我的女儿叫韩可欣，当时住在沈月月隔壁的301病房。那天手术的沈月月只是我出朋友的女儿。这句话一出，连正路过的其他医生护士们眼神都惊疑不定了起来。赵医生看他的眼神更是瞬间开始不对劲，在向他开口时，态度也不复之前的友善，甚至称得上冷淡。哦，那我就不了解了，这种隐私也不是我一个医生该打探的。韩毅从脖子到脸红成一片。啊，我知道了，打扰你了，赵哥。我嗤笑一声，他居然自己也知道不光彩呀，自己老婆女儿在隔壁病房，没见他去看一眼，反而成天为一对孤儿寡母跑前跑后献殷勤。要不是医院里的人都把他和沈家、沈月月当成了一家人，恐怕他勾三搭四不正经的名声早就传出来了。哪怕从前不明白，现在也该明白了。迎着走廊里众人意味不明的目光，韩毅低下头，只想逃回办公室，可惜半路又被赵医生拦了下来。这位中年医生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小韩啊，你在医学上很有天赋，我始终相信你的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赵医生显然很懂得先扬后抑的语言风格，停顿了一下，才语重心长地开口。但是不管事业多成功，你这个家庭的大后方可不能忽视啊。咱们这些男人给人当丈夫、当父亲，就要负好责任。外面的花花草草都是虚的，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只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愿意管你，你可不能舍本逐末呀。这些话就差明示了。韩毅像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疼。他强笑着答应，转身快速跑回了办公室，像一只急于回壳的蜗牛。见他走了，走廊里的众人马上开始窃窃私语。妈呀，那真不是他老婆孩子啊，这谁能想到啊，那一天天伺候的比伺候亲妈都勤。我当时还跟人说呢，我们医院的韩医生对老婆和女儿特别好，特别细心，原来是对别人的老婆好，他老婆就在隔壁病房，也不管，嗨，忙着照顾孩子呢。听说他女儿病得可重了，要不怎么转院了？不就是被韩医生给气的？真不知道怎么想的，对老婆是家花不如野花香，怎么对孩子也这样？那可是他亲生女儿啊！听着这些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的可心终于开了口：妈妈，爸爸不是因为工作忙才不来看我，而是为了陪沈月月吗？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不好，让爸爸那么讨厌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突然得知一向崇拜的爸爸竟然只一心陪伴曾经霸凌过他的人，却连来探望他一下都不肯，很难不产生自我怀疑的想法。我爱怜地捧起他的脸蛋，坚定地告诉他：可心，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小姑娘，妈妈最爱你了。你爸爸他心盲眼瞎，是他不配当你的父亲。可心破涕为笑，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妈妈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可心也最爱妈妈了，永远都爱。心里一股暖流涌起，我动容地抱住可心，只觉得这一生
有女儿就足够了。韩义是个极好面子的人，我以为经过了这事，他会后悔死打听我和可心的事，没想到他似乎是破罐子破摔了，开始正大光明地打听可心转院的去向。可惜，就像赵医生所说，这是病人的隐私。显然，大多数医护人员并没有打探病人隐私的爱好。他也每天尝试着给我打电话，无一例外都是关机。发的那么多短信，也一条回复都没收到。在接连碰壁之下，韩义显然越来越烦躁了。只有沈家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安慰：“韩哥别着急，冯姐姐一向很有主意，说不定可心已经被他带着接受了更好的治疗呢。肾源也没那么紧张，或许可心已经在别的医院做上手术了，也说不定呢。”我无声冷笑，这纯是睁眼说瞎话。肾脏那可是救命的东西，哪家医院会肾源不紧张？要是真不紧张，他能和韩义联起手来调换可心的肾源吗？又一次，我恨自己死得太早，怎么活着的时候就没记得把他俩一波带走呢？真是便宜了这一对烂人。虽然屡屡碰壁，但韩义这个神经病竟然依旧没有放弃。但还没等打听到可心究竟转去了哪个医院，他先在家附近遇到了我的父亲。父亲拿着我的证件来给我销户。此时韩义正和沈家一起要陪着沈月月出门去游乐场。看见我的父亲，他愣了好久，才如梦初醒般追了上去。父亲年纪大了，在我去世以后却更显苍老。他从年轻起就爱健身，老了也没放弃锻炼，连头发都白得比其他老头慢。可这次再一看，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身形消瘦，脊背佝偻，让我止不住的心疼。可心飘到我的父亲身边，想摸摸他的白发，手却从中穿过。妈妈，老爷看起来好像不开心。我笑得苦涩。是啊，我们如果能多陪陪他们就好了。看到父亲的这一刻，我真正开始后悔，居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韩义身上。他也配？正在这时，韩义追上了我父亲，一把将他拦住。爸，你既然在这儿，那冯岩是不是也住在附近？我就知道他不会真走远。韩义不复之前的烦躁，整个人容光焕发，眼神中满是得意。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能走哪儿去？您把她叫出来。父亲不疾不徐地抬手打断：“我不是你爸，别这么叫我。”韩义愣了一下，皱起了眉：“爸，冯岩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您别听他瞎说，我就是看人家可怜，多帮点忙。他倒好，跟我闹起来了，现在电话都不接。”我父亲瞥了他一眼，语气沉静：“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妍妍病重成那样，抱着可心的骨灰盒回老家等死，一定是已经对你失望至极。她回去那么多天，你一次都没去找，我就明白了，你们这婚确实是应该离，离了好，离了婚，到了地府阴间也不再有干系了。”韩义却愣住了，他似乎在努力消化着我父亲话语里的信息量，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了一般，呆立不动。您说什么？谁死了？什么骨灰盒？父亲摇了摇头，看了一眼他身后追过来的沈家和沈月月，眼神中满是失望。韩义呀，我之前是不同意你们在一起的，但你和小妍结婚这么多年，还有了可心，我以为无论如何你都会对他们有些感情。你究竟有没有把小妍当成过你的妻子？你又有没有把可心当成过你的女儿？父亲叹了口气，弯下的脊背满是疲惫。如果早知道会这样，我当初怎么会放任小妍跟你走？就算拼了这条老命，我也要把我的女儿留在身边啊！他转过头，
抹去了眼角的一滴泪，向社区办公室走去。韩毅终于反应过来，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他想拉住我父亲，又不太敢，只强颜欢笑地紧随其后。爸，您说什么呢？您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冯岩吵着跟我离婚的时候还好好的，他是不是还在生我气，联合您一块儿来骗我？父亲毫不理会，只一步步往前走。韩毅不放弃，似乎坚信我就是在骗他，加大了音量：爸，您就别骗我了。冯岩这个人就是爱一哭二闹三上吊，他想给我个教训是不是？可心是我亲生女儿，我怎么可能不管她？另一个肾源我已经找到门路了，你快让他回来，别拿孩子身体开玩笑。他就这样追着，跟着我父亲一路来到社区办公室，然后眼睁睁看着我父亲缓缓拿出我和可心的死亡证明。同志，这是我女儿和外孙女的所有证件，我来给他们注销户口，辛苦你了。韩毅直愣愣地立在原地，我忍不住冷笑。他想过我可能是在跟他冷战，想过我可能是在逼他低头，但他从来没想过我竟然真的去世了。不仅是我，还有可心，他的亲生女儿。不可能，这不可能。韩毅装若癫狂地抢过工作人员手里的死亡证明，反反复复地看，嘴里喃喃自语：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身后的沈家带着沈月月终于追上了他，见他这副样子，沈家蹙着眉上前拉他的臂膀：韩哥，你这是怎么了？谁料韩毅如同被电击了一样，狠狠甩开他的手，差点带得沈家摔倒。他双眼通红，额头青筋突起：谁让你碰我的？沈家被吓了一大跳，眼眶里顿时噙满了泪水。韩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担心你。沈月月也哭了起来：韩叔叔坏，推妈妈，韩叔叔坏。韩毅却像失了智一样不依不饶，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野兽。不，我不信，我要去弄清楚。沈家被吓得脸色苍白，慌忙带着哭闹的沈月月离开了。我的父亲冷眼旁观，我也嗤笑出声，真是搞笑。看来他也知道自己有老婆有孩子，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对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女性那么关心。那他之前是在干什么？装傻吗？还是故意挑衅我？韩毅又捧起那2张死亡证明看，双手竟然颤抖起来。他红着眼睛望向我父亲，声音竟然有些哽咽，带着祈求：爸，你告诉我，这都是假的，对不对？冯岩他在跟我闹脾气。父亲面色冷漠地看着他：你现在做这副样子，是在给我看吗？他们母女活着的时候，你不闻不问；小妍跟你离婚的时候，你也不挽留。结婚这么多年，你一错再错，没能成为一个好丈夫，更没当一名好父亲。甚至他们消失了那么久，你都丝毫不担心他们有什么意外。现在小妍和可心都没了，你又做出这种样子，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韩毅，你活该良心不安。如果你但凡还有点良心的话。父亲继续找工作人员办理销户。韩毅失魂落魄地被赶了出来，他表情空茫地望向天空。良久，他叫来一辆出租车，去了死亡证明上的那家医院。但凡早一点移植肾脏，那孩子都能有很大几率活下来，真是可惜了。13号那天送过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无力回天了。韩毅瞳孔紧缩。13号那天，沈月月手术成功，她高兴地给全医院的人都发了红包，至今还记忆犹深。是啊，那孩子13号停止的呼吸，他妈妈当场就晕了过去，结果确诊了癌症晚期。哎，真是可怜啊！当时就他们母女俩，一个已经刚刚去世，还有一个也活不了多久了。我看资料
还是有婚姻的，但那么多天也没见到哪个男人来看望，应该也是刚丧偶吧？真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啊！韩毅眼神完全失去了光彩，嘴唇毫无血色。良久，他红着眼睛苦笑：“是啊，他应该丧偶，而不是自己去世。”他就这样失魂落魄地回了家。客厅灯打开，沈月月窜了出来，抱住了韩毅的大腿：“韩叔叔，快过来，妈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我光是打量了一下沈月月，就不禁皱起了眉头。可心晃了晃我的手，惊讶地开口：“妈妈，沈月月打扮得跟我好像呀。”“是的，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到了可心衣服同款，不只是衣服像，连发型、配饰，甚至连可心的表情都学了个8分像。”这一瞬间，我恶心得要命，对沈家和沈月月这对母女更是积攒了满满的厌恶。韩毅自然也发现了，他僵硬了几秒，然后表情意味不明地扯开了沈月月：“月月，你这身衣服是谁给你挑的？”沈月月丝毫没注意到空气的凝滞，她开心地转了一圈：“当然是妈妈给我挑的。韩叔叔，好看吗？”韩毅冷冷地勾起唇角：“好看，太好看了。”他走进客厅，饭桌边的沈家见他回来，开心地摘下围裙，红着脸扬起温婉的笑容：“你回来啦，饭菜刚做好，快来尝尝。我听说冯姐姐的事了，韩哥别难过，你还有我和月月呢，我会像冯姐姐那样照顾你，月月以后也会孝敬你的。”我冷笑连连，就沈家这副模样，估计是早就盼着我死了吧。韩毅这个贱男人，这下子可有理由把外事扶正了。这对渣男贱女何该凑到一块儿？他有一句话说得对，我就应该丧偶，老天爷怎么就没把这一对贱人收走呢？我以为韩毅会高兴，终于有理由跟沈家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没想到他听完那些话，眼神却冷了下来，随即一把掀翻了饭桌。啊！沈家被吓了一跳，惊叫出声，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全部散落在地，飞溅的瓷盘碎片划破了站在旁边的沈家的脸庞。沈家大惊失色：“韩毅，你发什么疯？”沈月月闻声跑过来，见到满地狼藉，吓得大哭：“闭嘴！”韩毅回头冲沈月月大吼，吓得沈月月条件反射捂住自己的嘴。她咬牙切齿：“你身体里的肾源本该是可心的，要不是你，我的女儿怎么可能？”韩毅，你够了！沈家也面露愤怒，他像一匹护崽的母狼，跑过去抱起了被吓呆的沈月月：“一切都是你自己安排的，我可没要求你挪用韩可心的名额。”沈家急声厉色：“韩毅，我是很感激你帮了我们，但我们不欠你的。我交了治疗费和手术费，你治好我女儿是应该的，其他多余的事是你心甘情愿。混蛋的是你，少把帽子往我们孤儿寡母身上扣。”说完，沈家怒气冲冲地抱着沈月月离开了，只留下韩毅一个人站在满地狼藉中。他眼神放开，喃喃自语：“是啊，只有我是混蛋，我真是混蛋啊！”我看向他，心里竟然已经生不起太炽烈的情绪了。是的，韩毅，你真的是一个可恶的混蛋。他颓唐地坐在狼藉中，一夜没睡。第二天，他利用职务之便调换肾源名额的事就登上了热搜。与此同时，他和沈家、沈月月，我和可心之间的烂事也被爆了出来。一时间，网上都是对他的讨伐和辱骂。韩毅就职的医院也立刻发布声明将他开除，但他竟然毫不在意。在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找到任何一张我和可心的照片和旧物后，他崩溃了，连夜坐上去往我老家的火车，跪在我父母门前，
见到了柜子上摆着的骨灰盒，他先是盯着我的白瓷罐看了许久，随即看到了旁边那个眼熟的曾被我抱在怀里的罐子。韩毅痛哭出声。在那之后，韩毅捐了自己剩下的所有遗产，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喝了农药自杀。我们的灵魂相见了。他看见我们后愣了许久，眼眶慢慢红了起来。小妍、可心，我对不起你们。我和可心远远看着他，拒绝他的靠近，身上渐渐散出星光点点。我与可心的灵魂在消逝。韩毅的眼神染上惊慌，可心笑了笑，率先消失。我看向韩毅，内心无比平静。韩毅，下辈子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意识归于虚无的最后一刻，我听见了遥遥传来的痛哭声，还有一句消散在尘埃中的对不起。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北大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前男友和我家司机的女儿好上了。他坐在我家的迈巴赫上说，他才是他的真爱。我说，王叔，这个车脏了，你找个人卖了吧。转头直接将他和他新女友的照片扔在了高中校园大群里。我和正正是高中同学，高中的时候偷偷背着家长来了一段自以为甜蜜的恋爱。在高考前一天，我们约定好以后一定要考上同一个大学，然后毕业结婚生子。我为了和正正上同一个大学，恋爱脑上头，将高考题做错了很多，只能报一个不高不低的学校。没想到正正超常发挥，考了一个985。在取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我哭着来找正正，正正，我不想谈异地恋。正正直接带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他的新女友站在我的面前。鱼，我们分手吧，我们不会有未来的。我震惊地看着他的新女友，这不是我家的司机王叔给我看过的他女儿吗？我正要说话，正正就直接转身。鱼，直白点告诉你吧，你配不上我。依依家里有迈巴赫，你家有吗？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下一秒我就重生了。看着试卷上的所有题，我冷笑了一声，恋爱脑，滚吧。为了给这对狗男女一个惊喜，我发挥了我此生最好的演技。看着正正和我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心不在焉的模样，我平静地支着头。原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端倪了。之前的我是瞎了眼了吗？刚看完电影，正正就直接说着，鱼，我有些事要先走了，改天再陪你出来玩吧。说完还不等我回答，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我知道他肯定是去找他的新女朋友了。我跟在他的身后，也许是要见到新女朋友太过激动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跟着他。看着女孩子从我家的迈巴赫上下来，我扬了扬眉，看来这个迈巴赫也不能要了。两人一起逛了街，买了包包、衣服、鞋子，还都是情侣款。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每次说起用情侣款，他都一脸嫌弃，这样也太幼稚了。我们各穿各的不好吗？我就以为是他不喜欢，谁知道人家不是不喜欢，而是不喜欢和我一起穿。我一张张地拍下照片，拍照片的路上，顺带还买了几身衣服、几双鞋子、一杯奶茶，比他们去的店高档了好几倍。两人一直逛到晚上11点，看着两人离开，我直接打了个辆车跟上去。看到目的地，我笑了。酒店，他还玩得挺嗨。我刚刚下车，拍了一张两人一起进酒店的照片，正要跟上去，忽的身子就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我的手机啪的一下子掉在了地上。对不起。一道十分好听的声音响起，我顾不上面前的人，急急忙忙的矮身，把手机拿起来，幸好只是手机屏碎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损坏。我抬头，
你怎么走路不？我的声音戛然而止，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男生。不好意思，我没有凶你。他的眼睛怎么红了？男生看着我，急急忙忙地摇头，没事，你的手机屏幕摔碎了，是我的责任，我带你去修吧。我朝着酒店看过去，两人已经没有了踪影。不用了，我自己修就好了。反正这手机也是为了和正正配情侣款偷偷买的，当初看着有多欢喜，现在就有多恶心。等事情解决了，我就直接换了。不行的，面前的人急忙否认，急切地说着，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要负责。我还想拒绝，但是对上他真挚的眸子，还是妥协了。好，听到我同意了，他立刻笑了起来。我抬头，被他的脸晃到了。他长得很帅，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很是白皙干净。对上我的眸子，似乎有些很不好意思，别过头，耳根和脖梗都红得彻底，莫名的有些可爱。附近有一家修手机的店，正要关门，他跑进去，快速地出声：“不好意思，您这里还能修手机吗？”店家顿时摇着头：“不行不行，我要关门了，我媳妇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我正要说不用了，他立刻出声：“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加钱，这个手机很重要，真是麻烦您了。”老板看了我一眼，最后还是点头：“行吧。”顺便还碎碎念：“你们这些小年轻啊，非要这么晚出来约会，也不怕父母担心。”约会？我急忙要辩解，就瞥到了他耳根比方才更红了，快速解释着：“老板，你误会了，我们不是男女朋友。”老板也有些不好意思：“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啊，你们两个一个长得帅，一个长得漂亮，我误会了。”老板的动作很是娴熟，不出一会儿就修好了。他付了钱，方才带着我走出来，十分抱歉地看着我：“不好意思，是我的错。”我看着他：“没事没事，不怪你，也是我没有拿稳手机。”他直接将手机拿出来，脸颊微红的把自己的二维码调出来。我叫齐豫，如果手机还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直接和我说，我来负责。我想要推脱，但鬼使神差的，还是加了微信。回到家里，洗好澡，看着正正的微信，我强忍着恶心，直接复制了之前的聊天对话：“正正，你回家了吗？”那边很快就回过来：“回了，我有些累，先睡了，不要给我发消息了。”好，我扮演着一个十分乖巧的女朋友。接下来的几天，每当我提出见面，正正就以各种理由推脱。推脱的理由我再明白不过。看着手机上的位置移动，我打开手机，拨出电话，告诉对方位置。不出一会儿，手机上就收到很多张照片，专业的就是好，拍摄的角度都是精心选择过的，将两人之间的亲密状态暴露得一览无遗。我每天晚上的调味剂就是这些照片。很快就到了拿录取通知书的这一天，我精心化了一个妆，看着我的北大录取通知书，勾了勾唇。终于到打脸的时候了。我下了楼，正好看到坐在沙发上喝水的王叔，漫不经心地问道：“王叔，你最近好像有点忙啊，好几次我想用车都没有找到车。”王叔急急忙忙站起身来，眼神闪烁，有些心虚的出声：“小姐，实在不好意思，这些天我爱人在医院生病了，所以就用车勤快了些，以后一定不会了。”我看着面前的王叔，轻轻笑了一声：“没关系，王叔，你也在我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了，你的为人我们还是了解的。经过这件事情，也确实了解的差不多了。以前还觉得王叔老实肯干，在他每次说家里经济条件差，想要涨工资的时候，家里都给他涨了。没想到竟是喂出了一个贪心的白眼狼。
哦，对了，王叔，你最近有没有见到有人进出我的房间？我的好几件衣服好像都不见了。我不经意地开口。前段时间，我莫名地发现衣柜里的好多衣服竟然悄无声息地不见了。一开始还以为是阿姨拿去洗了，但是最近2天数了一下，发现丢的都是那些有着名牌 logo 的衣服，那些爸妈专门找设计师设计的，只有简单角标的衣服，却是一件都没少。我旁敲侧击问过阿姨，阿姨想了想，好像看到老王前几天上来过，说是给小姐你拿东西。王叔听到我的问话，脸颊憋红了，急忙说着没有，小姐可以问问郑阿姨他们，我一个大老粗，平时也就开车，都不去小姐的房间的，是吗？我轻笑了一声，看着他拙劣的谎言，倒是觉得有趣极了。王叔，我想去做个美甲，你送我去姚姐那里吧。王叔看着我，有些惊慌失措。那个，小姐，我待会儿要去看我爱人，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哦，待会儿王叔要去看阿姨吗？我好整以暇地看着面前的王叔，十分冷静地出声：那我也一起去吧。您来我家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爸妈最近在忙生意上的事情，都没有顾及到。正好我也毕业了，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忙了，我陪您一起去看看阿姨，顺便买点水果送过去。听到我要去看，王叔肉眼可见的慌了，额头上的汗都多了起来，慌乱地说着：不用了，不用了，怎么能麻烦小姐呢？我爱人也就是一点小病，马上就好了，那怎么可以呢？该有的礼数还是不能少。我抬步向前走过去，走吧，王叔。站在车旁，王叔一脸心虚地走过来，打开门。小姐，这是谁的东西？我的手指慢悠悠地拿起一支口红，看向一旁的王叔，看色号，应该是他女儿的。王叔惊讶地看着我手里的口红，似乎也没有想到他女儿会把口红落在车上，慌忙解释着：不好意思，小姐，这是我爱人的口红，前几天他想要一支口红，我一个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只好随便买了一支，后来怎么也找不着了，看我这个记性，竟然是落在了车上。我看了一眼口红，递还给王叔，意味深长：王叔，这支口红太过于年轻了，不适合阿姨，下次还是不要听导购忽悠了。是，都听小姐的。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倒退的风景，我拿出手机来，看着手机上郑发来的消息：你什么时候到？看来是等不及，想要向我摊牌了。我摁灭手机，将手机随意地扔到一旁，等着吧。我坐在车上，看着王叔开车去的方向，状似疑惑地问着：王叔，这条路好像不是去医院的路啊。王叔紧张的手都在抖了。小姐，真的不用麻烦了，您的事情最重要，我爱人这2天也好多了，就不劳烦小姐了。我好笑地靠在后背上。王叔，您这个样子好像有点心虚呀。红灯，王叔猛地一个刹车，我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眉眼凉下来。王叔，怎么了？王叔胆战心惊地出声：没什么。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吓了我一跳。小姐真是会说笑，我怎么会心虚呢？又没做什么亏心事，我看着窗外，勾唇，谎话说多了，怕是连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假了。姚姐是专业的美甲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网上认识，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得知她开了一家美甲店之后，我时不时地去找她玩，但是因为之前还是高3的学生，没有做美甲，这次也算是第一次做美甲。姚姐看到我来，顿时开心坏了，将我安在椅子上，
你这双手啊，我可是馋死了，又细又长，甲型又好看。等做好了，我要发朋友圈。我笑着，好啊。我挑了一个带着很多钻石的美甲，钻石是我亲自带来的，是爸妈之前出差的时候给我带回来的。美甲的时间很长，我的手机已经响了10几次。姚姐抬起头来，有些好笑地说着：“男朋友催了。”我随意地嗯了一声。姚姐看着我，欲言又止。鱼，听姚姐一句话，你这个男朋友啊，可不是什么好菜。我和正正曾经在一起被姚姐撞到过，上次她也这么说的，可惜我没有放在心上。这次我笑着说：“姚姐，我知道了。”终于，正正等得不耐烦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刚刚接起来，斥责声就直接从听筒里钻出来：“鱼，你没有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吗？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在我们约定好的地方等了你足足1个小时了？”我冷笑了一声，声音却是软糯撒娇：“正，不好意思，我有事情耽搁了。今天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用我所有的零花钱给你买了你之前最喜欢的那双鞋子，你再等我一会儿好不好？我肯定很快到。”正听到我给他买了鞋子，语气终于好了许多。半个小时，然后便直接挂了。你真要给他买鞋子？鱼，你是不是？姚姐无奈地看着我，想要劝解。不会的，姚姐。我抬头，刚刚撒娇的语气早已不见了。想要我给他买鞋子，这辈子都不可能。顺带，我要把我之前给他的东西一并通通拿回来。姚姐看我真的没有恋爱脑上头，便也没有再劝。做完美甲，已经到了下午，期间正又给我打了4、5个电话，我一概没有接。之前都是我打电话给他，他不接，忍了大半个月。我抬手看了眼自己做好的美甲，漂亮极了。这次到我了，王叔已经不在了，大概是去接他心爱的女儿了吧。我随便打了个1辆车，直接去了餐厅，先吃个饭。坐在餐厅里，点好菜，正准备吃，就听到旁边的座位上一道女孩子的声音：“祁煜哥哥，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祁煜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还没等我想起来，后面的人开口：“不好意思，我暂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听到他的声音，我立刻确定就是昨天我遇到的那个祁煜。女孩子还不死心：“祁煜哥哥，我可以等你，但是你答应我不要喜欢别人好不好？”“对不起，我不能保证。你很好，可是我们不合适，实在抱歉。”听着他十分有礼貌的拒绝，我点点头，不喜欢的拒绝得很干脆，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也不给不喜欢的人一点点错觉，这样对所有人都好，不像正这种渣男，令人作呕。女孩子似乎受到了伤害，直接站起来，朝着洗手间跑过去。祁煜也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刚刚走了几步，我们俩的目光就撞到了一起。我看着他的脸颊，肉眼可见的直接红了起来。我什么都没有做吧？你一直在这里吗？他有些羞赧地看着我，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刚刚不是我故意偷听的，实在是没挡住，毕竟2张桌子离得实在是太近了。他的脸颊更红了。那个是我的学妹，我和她没什么关系的。你相信我？我看着他焦急解释的模样，忽地笑起来。我相信，毕竟他刚刚拒绝的话说得很清楚。他看着我笑起来，眉眼清朗。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吗？我点点头。你吃好了吗？他出声。你吃完饭要去哪里吗？我想了想，是图书馆。真的吗？他的眸中迸发出满满的惊喜。我也要去，一起去吗？我犹豫了一瞬，看着他的脸，我可耻的同意了。
好，谁能不喜欢帅哥呢？他就这么坐在我的对面，看着我吃饭。我有些不好意思，刚刚准备出声，就对上了他看向我的目光，里面像是有星辰闪烁，对上我的眸子。他急急地低头，拿起手机来：“你吃饭，我不看你。”然后耳根和脖梗又红了。我将胳膊撑在桌子上，看着他脸红的模样，生了逗弄的心思。祁煜，你的脸好像红了，明明刚刚还那么高冷地拒绝女孩子，现在怎么这么可爱啊？他的手立刻抬起来，摸了一下自己的脸，似是摸到了滚烫的热意，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不敢看我，落荒而逃。我去一趟洗手间。我坐在座位上，一下子笑出声来。等祁煜回来，我也吃得差不多了，站起身来，一起走出餐厅，打了个车，直接去市图书馆。远远的，我就看到了站在门口已经等得不耐烦的郑郑，手机都要被他打爆了。距离图书馆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出声：“师傅，麻烦停一下车，我就在这里下。”祁煜转过身来，似是有些意外：“怎么了？是有什么事情吗？要不要我陪你一起？”“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处理好，谢谢你。”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径自下车。祁煜有些欲言又止：“鱼，你在搞什么？我等了你整整3个小时，说好的很快到呢，你什么意思？”刚刚走过去，郑郑就直接发难，眉眼中满是怒气。我站在原地，看着面前的郑郑，忽地笑了声：“还能是什么意思？当然是把你脸打肿的意思。”我的手指搭在手臂上，随意地说着：“我记得有一次你说要去游乐园玩，我从早上等到下午，连厕所都不敢去，生怕错过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我想了想：“哦，你说让你等等怎么了？不就是起晚了吗？至于吗？一天天催命一样。”看着郑郑难看下来的脸色，我上前一步，看着他，带着挑剔的眼光，从上看到下。郑郑顶多也算是个清秀，身高一般般，脸一般般，学习成绩一般般，所以我为什么会看上他？看来我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眼睛了。怎么，这些事情你做的，我就做不得？郑郑，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郑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眸子瞪大，似乎从没有想过我会这么说。鱼，我怎么了？我好整以暇地看着面前的郑郑，很奇怪，有些人总是仗着你对他的好为所欲为，但却不允许你将他对你做过的事情对他做一次。我低头看着地上，试图找些东西。郑郑气愤地出声：“鱼，你找什么呢？”我抬眸，声音无辜：“自然是在找你的厚脸皮呀。我想看看地上哪里有茧，我也剪一张来，贴在我自己的脸上。”郑郑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鱼，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过分了？我不太了解。”郑郑看着我身上的穿着，眸中露出不经意的嫌弃：“我的鞋呢？”他倒是记性好，还记得我说要给他买鞋子，在这儿啊。我将手里的鞋盒提起来，郑郑看着上面的标志，眼睛顿时亮了，急忙就要拿过去。在手伸过来的一瞬间，我顿时将手抽开，想要。郑郑脸上挂不住，大声地说着：“鱼，你做什么？”我看着他，十分无辜地出声：“本来一开始是想给你买鞋子的，但是我去了一看，我发现好像给我买鞋子更划算。”说完，我就打开了鞋盒，里面是一双女鞋，我的尺码。当着他的面，我将鞋拿出来换上，抬眸：“不好意思啊。”郑郑都要气疯了：“鱼，你竟然骗我，有吗？”我十分柔和地解释着：“我确实一开始是想给你买的，可是后面又改变主意了，这怎么能是骗呢？顶多就是读书人改变主意的事情。”鱼，
实话和你说了吧，我根本没有报和你同样的大学，你死心吧，我是不可能和你一起上大学的。没有得到鞋子，郑郑干脆装也不装了。正好，我也不想和你上同一所大学。郑郑看着我，满眼都是蔑视。鱼，就你这样的，根本配不上我。说完，就直接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拿了出来，将上面的名字给我看，好好看看吧。然后直接塞到了我的手里。我看着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抬起头来，很厉害吗？郑郑立刻嗤笑出声，像你这种只配上破学校的，当然厉害。顺便告诉你，我们分手了。郑郑的手机正好响起，接起电话来，那边的女声清晰地响起来：郑郑，你在哪儿啊？我来了。郑郑急忙回头，看到一辆车开过来的时候，顿时飞快地挥着手：依依，我都等你好久了，你不是说想去游乐园吗？我都买好票了。那边的声音立刻应着：我看到你了，我马上下来。我转身就看到不远处我家的迈巴赫开过来，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子从车上下来，飞快地跑进郑郑的怀里。郑郑，我看着站在面前的两人，唇角一点点勾起来，这一幕真是分外熟悉呀。郑郑，你都处理好了吗？女孩子朝着我看过来，眉眼中是几丝蔑视。我看了一眼她身上穿着的衣服，我的尺码她穿着并不是很合身。我很有闲情地想着，待会儿如果让她脱下我的衣服，她该是什么反应呢？郑郑看着她的衣服，又看了看不远处的那辆迈巴赫，眸中满是贪婪。依依，我都处理好了，我们走吧。说完，郑郑转过身来，一下子将我手里拿着的录取通知书拿走。鱼，你这辈子也就只能这样了。我低头笑了一声，看着郑郑和女孩子直接走到迈巴赫上的身影，我也十分优雅地走过去。郑郑转过身来，看到我还跟着，顿时露出满满的鄙视。鱼，你跟着我做什么？我都告诉你了，我们已经分手了，你再跟着我，我也不会喜欢你。依依才是我的真爱。姐姐，你们已经分手了，可以不要跟着郑郑了吗？这样我会吃醋的。一旁的女孩子十分温柔地出声。我用关怀智障的模样看着两人，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一个想傍富婆，一个装富婆，希望他们这辈子牢牢锁死。我眨了眨眼，掐着嗓子学着女孩子说话：你们在说什么呀？我是来坐我自己的车的呀，就你还有车，哈哈哈哈哈！鱼，别打肿脸充胖子了好不好？姐姐，你的车在哪里呀？女孩子四处张望着，看到一个东西，忽地抬手：姐姐，那是你的车吗？我转头看去，是一辆共享单车，身旁的郑郑已经笑出声来：鱼，原来你是骑共享单车来的呀，真寒酸。我忽地笑出声来，共享单车可比二位值钱多了，起码我是花了钱的呀，不像二位可是一分钱没花呀，还想着白嫖，你说呢？依依，女孩子听到我叫起她的名字，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急忙否认着：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这就是我家的车。说完就急急忙忙地打着电话：爸，你在哪儿啊？快回来！今天好倒霉，遇到一个穷女人。那边的声音宠溺：好，我马上回来。看着坐在车里的两人，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我这也算是为他们最后一次坐这个车留念了。郑郑嗤笑着，一看就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竟然还拍照，你也不嫌丢人？我扶了扶墨镜，你自己都不嫌丢人，我怎么会嫌丢人呢？爸！女孩子忽地出声，整个人飞快地朝着前面飞奔过去。我转身看着不远处走过来的王叔，扬了扬眉，
竟然还换了一身西装。郑正已经快速下来，十分有礼貌地走过去，谄媚地出声：“叔叔好。”王叔开心地应了几声，抬起头来，正好对上我的目光。他手中提着的东西落地，我笑了。我有那么可怕吗？王叔的手抖得不像话。小姐，您怎么在这里？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呢？王叔今天穿得挺好看的。王叔额头上的汗一层一层地落下来，想要上前，却又不敢。不是，小姐，您听我解释。爸，你怎么认识他？你要和他解释什么呀？她不过就是个穷人家的女儿，你怎么叫她？你闭嘴！王叔转过头，害怕的瞳孔都在震颤，急忙出声斥责自己女儿。王叔快步走过来，脸上似乎有些挂不住。小姐，这件事情，我回去给您解释，好吗？我看着他，神情中没有一丝同情。王叔，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小姐，我就是一时虚荣心上头了。小姐，你原谅我，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王叔急得要上前来抓我的衣服，我退后一步。王叔，你知道我家的底线，只要人忠厚老实，我们从不吝惜任何的钱财，反之，什么都得不到。爸，究竟是怎么回事？女孩子飞快地走过来，害怕地看着我。我抬手，钥匙。王叔颤抖着手将它给我，还想求情。小姐，您就念在我是初犯的份儿上。我拿起手机，直接打了一个电话。爸，让张柱来一下时代广场。女孩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张脸白得彻底，看着我，眸中满是害怕。张柱很快就到了，快步走到我的面前。小姐，怎么了？我抬手将手里的钥匙递给他，把这辆车卖了，换辆车。张柱有些惊讶。小姐，这辆车不是去年老板送给您的生日礼物吗？我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三人，我觉得脏。顺便，我将手机的监控视频打开，里面赫然是王叔进出我房间的记录。进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出来的时候却提了一个箱子。王叔，这些衣服的价格我会让张柱核算一下，发到你的手机上，到时候直接转钱给我。张柱这个时候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看着女孩子身上穿着的衣服。小姐，这些衣服都是老板和夫人专门从国外带回来的，有的国内都没有货，保守估计应该不低于500万。什么？女孩子大声地叫着。怎么可能？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轻笑了声。怎么不可能呢？妹妹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着偷别人的东西呢？想不还也行。第一种办法，报警。王叔吓坏了，急忙跑过来。小姐，求您不要这样，我这就把衣服还给您，求您不要报警啊。不必了。我淡淡的扫了一眼不远处穿着我的衣服的人，我觉得脏。既然您接受不了第一种办法，那就第二种。在他们的目光中，我悠悠开口，脱下来。你欺人太甚了。女孩子难以忍受，大声地叫嚷着。我欺人太甚。我步步靠近着面前的几人，看着步步后退的几人，手指轻轻地拉住他衣服的一角，一字一顿出声。坐我的车，冒充我的人，偷我的衣服，两相对比之下，貌似你更加欺人太甚吧。妹妹，女孩子的脸色苍白，全然没有了刚刚的气焰，死死地咬着牙。脱还是不脱？我转身朝着张柱的车上走过去，坐在后排，挑起墨镜。3天不还钱就报警，自己掂量吧。张柱已经上车，打了个电话让人来提车。在车即将启动的时候，一道身影猛地跑过来，紧紧拉住我的车门。鱼，之前是个误会。鱼，我们不分手了好不好？
我完全是受了那个女人的蛊惑，她骗我说自己是个有钱人，所以我才，求你原谅我。我转头看着一旁的正正，忽地想起来，哎呀，顾着收拾冒充我的女孩子，忘了收拾这个渣男了。幸亏他还没走，不然我岂不是还得再来一趟？我让张柱打开车门，推开车门下车。正正看到我下了车，开心坏了，整个人急忙走过来。鱼，你原谅我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啪！我抬手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他的脸上，他的脸瞬间被我打歪过去，脸上印着清晰的5只手指印子。我爽了，忍了半个月了，手终于不痒了。鬼知道我每天看到他的时候有多么想来2耳光。我转身，郑同学，待会儿我会将所有的礼物清单都列出来，让人发到你的手机上，和那个小妹妹一样，3日内归还，否则折价赔偿。鱼，你什么意思？那些东西是你送给我的，你怎么能要回去？正正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坐在车上，摇下车窗，看着面前的正正，唇角轻扬。你都说了，是我的东西，以前给你是我愿意，现在收回来也是。另外，我为我曾经对你付出的感情而觉得不值。张柱，走吧。眼看着车要开走，正正立刻跑过来，拼命地拉着车窗。鱼，你是在开玩笑的对不对？我们的感情这么好，你怎么可能和我分手？鱼，相信我，我是爱你的，都是因为那个女的，我这就和她分手，你相信我呀。看着她凑在我窗边的脸，我实在是没忍住，啪，又是一个嘴巴子。看着她左右脸十分对称的手指印，我的强迫症都治愈了。看着她愣在原地的模样，我十分平淡地将我的包打开，把北大录取通知书拿出来，放在她的面前。看清楚了吗？傻逼！我的车扬长而去，在车上，我删除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顺便将手机号码都拉黑了。看着清清爽爽的界面，我舒服极了。晚上回去，正好爸妈都出差回来了，看到我回来，激动极了。鱼，快，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给爸妈看看。我看着面前的爸妈，有些为难地说着：“爸妈，我考得不是特别好。”爸妈看着我，立刻瞪大了眸子：“我女儿无论考多少都是好的。”对，没关系，考得不好就等毕业了直接去爸妈公司工作，爸妈养你一辈子。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从包里拿出录取通知书。那好吧，给你们看。看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爸妈明显愣住了。我的老父亲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那个女儿啊，造假证可是犯法的。”一旁的老母亲顿时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他的身上：“胡说什么呢？女儿怎么可能造假证？再说我就打死你！”说完就转过头来，十分和善地说着：“女儿啊，告诉妈妈，这是谁的录取通知书啊？咱们还给人家，别闹了，有点亲情，但是都不多。”我无奈地将里面打开，指着上面的名字：“爸妈，你们好好看看这个名字是谁的。”我去，我是不是眼睛花了？两人同时开口。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惊讶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从小我家就奉行的是快乐教育，从来不为成绩论，只要养成正确的3观就好。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也感谢上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和爸妈说了王叔的事情，他们也赞成我这么做，只是惋惜，一个好好的老实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只能说，时间会改变一切。我刚洗漱好，躺在床上，一条消息就直接蹦了出来：“不好了，鱼，那个狗东西竟然去年级大群说你是个渣女。”鱼，
快去看年级大群。鱼，你和正正不是男女朋友吗？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看着层出不穷的消息，我打开年级大群，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99加了。果不其然，正正这个狗已经在里面狂吠了很久了，恨不得口诛笔伐，直接将我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看着他声泪俱下的形容，要不是我是当事人，都要被他感动了。真是好一个惊天动地的傻逼！我不发一言，直接将所有的图片都扔到了高中校园大群里。年级大群算什么？咱们去校园大群见啊！顺带我还捏了捏嗓子，学着今天那位小妹妹的声音，嘤嘤嘤，呜呜，啦啦啦，怎么说的来着？尝试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强能听得下去的声音。抽噎哭泣，将我和正正的早恋故事描述得如何的让人神往，如何令人开心。可就在我满心期盼着和他规划着未来的时候，他劈腿了。劈腿者人皆砍之，甚至他还带着他的新女友来我的面前示威，而我如何的伤心欲绝，难过失落，生生气血。沉寂了许久的校园大群沸腾了，有理有据，有文字，有语音，有照片，有录音，简直可以称得上当代雷神之锤。正正估计也没有想到我会准备的这么齐全吧。本来我打算将这些照片留着，只是当做一个乐子看看的，没想到他直接找上门来犯贱，那我必然不能让他这么脸颊空空的回去。现在正好是高一高二期末紧张的时候，这个爆料一出，大家都冲了出来，我去，这是什么绝世大渣男，竟然还想倒打一耙学姐，谢谢，以后锤人就按照这个模板来，看得真爽。不得不说，听到那位学长的语音，我呕了，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呢？比起年级群的规模，校园群可是大多了。我让正正在整个学校出名，他还得感谢我。刚要关上手机，一个电话就直接打了过来。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我有种预感是正正打来的。他倒是不傻，知道换个陌生手机号码给我打。正好我现在心情不错，接起电话，果不其然，刚刚接起电话，正正就歇斯底里：鱼，你什么意思？把我毁了？你很开心吗？我竟然没有看出来你是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孩子，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平静地躺在床上。正，你以为在年级群里你说什么我没有看到吗？正那边的声音一停，咬牙切齿：那又怎么样？鱼，都是你自找的。我笑了。正，我已经把你年级大群里的所有言论都截图了，关于你毁坏我名誉的事情，到时候会有律师去和你谈，敢做就要付出代价。正慌了。鱼，等等，鱼，我利落地挂了电话，顺便将这个电话也拉进了黑名单，真爽。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将所有的东西都交给爸妈公司的律师，看着一大堆侮辱性的言论，爸妈都气炸了，恨不得直接冲过去给他2巴掌。坐在沙发上，老父亲突然出声：等等，女儿，你说这个男孩子叫什么？正，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顿时对了一个眼神，直接拿起手机来，把昨天手底下收到的那几个合作意向书拿过来。不一会儿，张柱就将东西拿来了。果不其然，在里面看到了正父母送过来的合作意向书。我扬了扬眉，这不是巧了吗？合作个屁！我的老父亲直接将合作意向书扔进了垃圾桶。什么东西？和狗合作也不和他们合作，垃圾！我急忙劝着：爸，如果这是对您有利的事情，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让家里受损失。呵，老父亲讥讽地笑了声：
这家小工厂一开始的时候做的东西质量好，价格低，服务态度也好。这些年做大做强，就开始以次充好，价格也提了不止1倍。这种黑心的工厂，爸妈本来也不打算和他合作，即使可以合作，爸妈也不会合作。敢欺负我的女儿，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看着爸妈冲过去，挤进他们的怀里。爸妈，你们太好了，傻孩子，你是我们的女儿，不对你好，对谁好？两人一人赏了我一个脑瓜崩，好痛。后面不知道是律师的出面有了效果，还是正知道自己不是个人了，没有再来骚扰我。我给他买的那些东西也一并寄了过来，扔进了垃圾桶。至于王叔，上门来求了我爸妈好几次，让他打了欠条。快要开学，爸妈一早就帮我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在开学前1天，爸妈将我叫出门，神神秘秘地和我说：“女儿啊，爸妈给你找了一个在大学里能照顾你的人，出来见见，你肯定喜欢。”我十分无奈，爸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们怎么还……我的身子停在原地，有些惊疑地看着面前的齐豫。你怎么？齐豫看着我，脸又红了。瑜，好久不见了。爸妈看着我俩，有些惊讶。瑜，你不认识你齐豫哥哥了？齐豫哥哥是什么？爸妈看着我无奈地说：“我们小时候是邻居，我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去齐豫家玩，流着眼泪鼻涕，每天叫齐豫哥哥。齐豫比我大几岁，丝毫都不嫌弃我，每天都带着我一起玩。到后来，他们家因为有事搬家出国了，分别那天，我哭得歇斯底里，吵着要和齐豫哥哥一起走。为此，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没少吃醋。没想到这么刻骨铭心的回忆，我竟然忘了。看着齐豫，一时间我竟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尴尬。我只是依稀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哥哥，但是不知道他竟然就是齐豫。你齐豫哥哥现在可是北大的研究生，以后有他在，你上学我们也安心多了。我看着面前的齐豫，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麻烦你了。”齐豫忙摆手：“不麻烦不麻烦。”报到那天，齐豫帮我提着行李，一路带我到学校，交学费，去宿舍，搬东西，都是他在做，我在旁边就像个小废物。下午有新生会，齐豫带着我绕了一圈学校，叮嘱我有事一定要给他打电话。我应下来，回到宿舍，刚刚认识的舍友就围上来，好奇地出声：“瑜，那是你男朋友吗？好帅呀！”瑜，你男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吗？这颜值也太高了吧！你们是以前的同学吗？3人围着我，一人一句，让我有些忍俊不禁。不是，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哥哥。3人惊了，大声地喊着：“青梅竹马！”听着他们的调侃，我有些脸红。你们不要乱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奔波在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中，用知识充实自己，正教会我什么叫做理智清醒，不寄希望于其他人身上。只有自己优秀了，其他优秀的东西才会纷至沓来。我竞选班委，参加一个又一个竞赛，忙碌而又充实。而这所有的时刻，我似乎也习惯了齐豫的存在。看着坐在我旁边，刚刚拒绝了一个女孩子的齐豫，我撑着脑袋：“齐豫哥哥，你也太冷冰冰了吧！人家女孩子都被你伤害到了。”齐豫转过头来，对上我的目光，耳根红彤彤的。有吗？我忽地笑起来，调笑着：“齐豫哥哥，你刚刚拒绝女孩子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哦。”耳朵怎么又红了？齐豫站起身来，落荒而逃。下午我来找你一起去图书馆。我坐在座位上，哈哈大笑。我大3那年，齐豫升了博士，每天进出实验室，
闲暇时间我就帮他带饭。刚刚走进实验室，里面的学长学姐就探出头来：哟，小学妹又来给我们冷冰冰的齐博士送饭了。我笑着：对呀，请问冷冰冰的齐博士在哪里？学长学姐大笑着，指着一个方向：那边那边。刚刚说完，齐豫就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我的一瞬间，眸中似有星光乍现。鱼，你怎么来了？我抬手指着外面：你的饭。他立刻走过来，将我带出去。好，我们去外面。师兄师姐在里面起哄着：齐博士，拿出你那高冷范儿啊！怎么在小学妹面前就变成小奶狗了？齐博士，雄起！我转头看着已经害羞得不得了的齐豫，正要打去，他的手一下子捂在了我的耳朵上，有些手足无措。别听！我们两个人靠得很近，呼吸相触，我的心脏情不自禁地快速跳动起来，手脚发麻，呼吸有些急促。这是怎么了？我抬头看他，他的手像是烫到了一样，飞快地跑出实验室。我抿唇，眉眼中满是笑意。几年过去，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寒假，我和高中的朋友聚在一起。鱼，你知道正正现在怎么样了吗？正正，听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我摇了摇头，不知道。朋友立刻凑过来，一脸的幸灾乐祸。这家伙高考的时候运气好，上了一个好学校，但是跟不上学校的进度，挂了好几门课，都要被学校劝退了，还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是有钱人。玩他又分手了。还有他家，听说因为以次充好，货不对版，工厂环境特别差，对人家工人态度也不好，直接被曝光了。现在啊，估计也要破产了吧。我听着正正的遭遇，没有一点波澜，只是唏嘘，真是造化弄人。走出商场，一道身影忽地停在我们不远处，看到我的瞬间，顿时飞快地跑过来。鱼，我抬头看着面前的正正，比起高中，现在连唯一的优点清秀都没有了。朋友急忙拦在我的面前：正正，你要干嘛？正正站在我的面前，声音急促：鱼，你家不是有钱吗？求求你了，救救我家的工厂吧！只要你愿意救我家的工厂，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看着他，不好意思，正正，我们不熟，而且你家的工厂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咎由自取。鱼，正正大声地叫着，像个疯子。我知道你就是不甘心，不甘心我当初劈腿选了依依，我和他早就分手了，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只要你救我家，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一心一意。我忽然笑了：正正，你真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走吧。我转身离开，后面正正忽的一下子歇斯底里地叫起来：鱼，都怪你，要不是你，我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杀了你。鱼，小心！一道身影忽的一下子将我抱在怀里，躲开后面的刀。正正竟然还带了刀，很快旁边的保安就跑过来，一下子制服正正。我惊慌失措，急忙转身看着齐豫：齐豫，你没事吧？你是不是傻呀？要是刀扎到你怎么办？因为急了，我的语气很不好。齐豫就站在原地，听着我骂他。过了一会儿，将手指抬起来，我的手破了，不知道被什么一不下心划到的很小的伤口。我抬头瞪他：你再给我看晚一点，你的伤口都愈合了。齐豫低头笑起来：不要生气了，我下次不会这样了。我扭头不想理他，他用手拉我的手，我又甩开，他的手稳稳地插入我的手指中间，十指相扣。鱼，听着他的声音，我的心微微颤了一下，嘴硬地说着：怎么了？他就站在我的旁边，一字一顿地说着：鱼，刚刚吓坏我了，扑上来抱着你，
是我脑中唯一想到且必须要做到的事情。看着你在学校里那么努力，我不忍心去分你的心，本想等你毕业再说。可是，他自嘲地笑笑，我发现一遇到你，我就会失控。我已经在极力忍受，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他将我的身子扭过来，目光真挚如一，一如多年后的初见。鱼，我喜欢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陪在你的身边。你想做什么，我就陪你做什么，做你最忠实的后盾。你愿意吗？我的心跳快得像是要从胸口跳出来，咬着唇，不受控制地抬头看他。我想吃螺蛳粉，我喜欢，他不喜欢。他看着我，眉眼中都是无奈和宠溺。可以让我捂着鼻子煮吗？我笑着，好啊。然后抬手，委屈的出声，刚刚吓到我了，要男朋友的抱抱才能好。他上前，用一腔赤诚的爱意拥抱我。男朋友抱抱就好了。我抬头，今天阳光正好，我和他也正好。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